Hello， 大家好，新浪娱乐的朋友们好，我是个人训练生刘俊。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适应能力比较好吧，适应的还挺快的，就是现在反而会觉得啊，时间过得好快，怎么不知不觉就已经过去3个月了。就是面露难色。就是现在，大厂基本上已经摸透了。那你来分享一下大厂摸透的，比如它有什么路线是你们经常会走会逛的？就是有一个便利店跟一个咖啡店，然后就是因为在大厂里面，可能我们之前只能吃盒饭呀，然后可能练习时间也比较长，我们没办法做别的消遣活动。然后但是现在可能这一段时间相对于来说，主题曲之后有一个小小的休息时间，所以大家基本上一有时间就往那边跑，一有时间就往那边跑。哪个算是你们训练生之间的，比如说 peak 最多的？现在 peak 最多的肯定是就是在那个咖啡店里面的一个叔叔了，就是他的薯格还有他的薯条，他的小食比他的主食还好卖，就是人气还更高。就每次去那边吃，就算吃不下来，外带小食回来。谁是你们之间的大胃王？就在我的朋友圈范围里面，肯定是逸轩，就是他是不怎么吃主食，然后但是一直不停在吃零食的人。对，像可能带刚刚我说的小食，哇哦，绝对是少不了他的份。相对于刚进来的时候，其实少了很多。现在的话，其实大部分可能会叫我俊俊，就是俊俊酱。俊俊酱是有一个梗，我们上一次公演那个玉的时候，我们有玉泰嘛，然后当时就问他我在教课的时候，还有就是私底下相处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感觉，然后他就说教课的时候就很像老师，然后就很凶的感觉，然后但是私底下相处起来就很像俊俊酱的感觉，所以就从那一刻起，就狱组的很多人就会开始叫我俊俊酱。那其他的还有什么其他的绰号吗？还有像孙云浩可能会叫我刘奶，就是当时他在新物种的时候，他叫应晨曦，然后他叫错了，就叫到应景熙，然后他就突然有个想法，哎，给就是所有的组员都就是想一个别的名字，然后就因为刘俊嘛，然后他就只读下面那个奶，就变成刘奶。对，然后像什么江金左，他就会说江金佑；逸轩，然后他就说人以车干。对，就是都是这种奇奇怪怪的。你有没有觉得这个氛围还蛮幼稚的？是觉得，的确是还挺幼稚啦，说实话，但是是我喜欢的感觉，就觉得我来这个节目就是想要找像上学一样的感觉，就认识一群朋友，然后没什么需要顾及的，然后就大家打成一片。反正从开始到现在我都还挺满意的。我觉得 idol 这个东西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色彩，那就看可能观众们喜欢什么样的颜色了。那我尽量把我的这个色彩展现到最极致了，所以我觉得没有说不满意的地方。那这几个舞台下来，会发现自己比如说有一些短板吗？我觉得可能在声乐上面确实还是需要努力。就等于是来节目之前，其实都算是野路子，比如自己去对唱唱。对，就是那种卡拉 OK， 就是唱一唱，然后可能自己平时在家里随便哼一哼。你的拿手曲目是什么？就第一首永远都是明明你也很爱我，或者寂寞寂寞就好，就总是很偏爱田馥甄的歌曲哦。对，不小心说出来了。先不也有给他编过舞台？对，当时爱了很久的朋友，当时就很开心，就可以跟老师一起合作。这个还真的是可以分享一下。我妈妈就是很常跟我说一句话，就是所有的安排都是最好的安排。然后呢，其实我从小开始就先学习武术，学习舞蹈，当时其实还不知道就是梦想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就只是觉得小时候就是玩嘛，就是去跟别的朋友一起玩耍，可能到了一定的年纪，可能是初中的时候才开始会思考以后到底要做的是什么样的一件事情。然后当时就开始海外就有很多那种 idol 的舞台就会开始涌上来，因为我自己本身其实是很喜欢表演，然后我想站在舞台上表演给大家看，但是它不一定局限于说我是唱歌跳舞还是演技，就是所有的我都想做。然后当时我就有了这个梦想，毕业了去到海外，然后没想到就是走着走着我去到一个舞蹈工作室嘛，因为当时真的不是我说我要去那个舞蹈工作室，我一定要在那边当老师，我是跟另一个朋友，就是我的朋友就当时就说这边有一个很知名的舞蹈工作室，你一定要去。
然后他就带上我一起去了，然后我们就去那边学舞嘛，然后学着学着半年左右，我就从学生开始，然后就到那边的该怎么说呢？就是他们会很常给艺人编舞，然后需要一批固定的学员，就工作室的老板就开始就找我，然后就聊了，哎，你想不想当舞蹈老师？当时他就说，你的梦想我可以通过我们舞蹈工作室的这个方式做一个跳板，然后达到你的梦想。应该是2年半到3年左右，全加在一块的话，1个月我可能得编4首，就是基本上1周1支舞这样。你有印象就自己第一个就是像你说好像被更多人看到的，不管是编舞师生还是那个舞台是哪个？在网上是有些讨论。刚开始一搜索，哎，能搜出来。当时在那个舞蹈工作室的时候，第一支舞蹈视频不是我编的，然后但是被很多人看到是叫 TT 的一支舞蹈，它其实是海外的一个知名团体女团的舞蹈，然后但是是我们那个工作室的首席老师编的，然后当时他就教课嘛，然后我当时是固定学员，我就去上了，然后就跳了那一支舞之后，然后就在海外的油管上面就很多人讨论，就是这个穿粉色衣的这个小哥哥到底是谁，然后就开始就受到了瞩目。因为以前我在马来西亚的时候，甚至是舞台也特别特别的少，所以就是我出来了以后，所有的机会我都会用尽全力的去抓住。所以当时就是有热血街舞团这样一个节目，然后我当时又在舞蹈工作室当编舞师，我就觉得说，我是不是要抓住这个机会？然后我也喜欢跳舞，我也喜欢表演。其实还有一个点，就是我为什么会想要参加热血街舞团，就是我喜欢团体的感觉。就跟我想要来青春有你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想要认识更多的朋友，就是我喜欢一个团队感，就是互相依赖彼此、互相信任的那个感觉。但是通过这样的节目，也会觉得就确实自己知名度有一定的打开吗？通过之前的节目，就是会让更多的专业人士看到我，因为大众的话，他可能会觉得说，就是专业舞者，然后但是其实他们一般不会找到我。对，就是除非说就是我开舞蹈课，然后来跟我上课，但是会有更多的专业人士会认识到刘俊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然后什么样的时候，是不是可以跟刘俊这样一个人一起合作？八卦一下，然后就通过上完这些节目，会不会就是工作机会一堆，然后收入也变得更多了？说实话，收入这一块，因为我一直都没管，因为我在数字概念上不是特别强烈。所以就是我真的不知道，就是我的那个收入有没有涨。更夸张的是，像我之前参加的节目什么的，收稿费是多少，我完全不知道。包括你来这个节目，因为有就是粉丝会调侃开玩笑嘛，就说那刘俊老师这大半年就是不给人家上课什么的，在那免费授课，收入损失多少的。可能会觉得的确是给他们免费上课，但是我会不知道就是损失了多少。所以刘俊老师1节课贵吗？如果你出去我要上你的课，我真的不知道具体的价格，但是听身边的朋友说，好像还挺难得的。上一次，我觉得会是由心而发的尊重，因为其实现在我接触到的很多艺人朋友一起合作的，其实年纪都跟我相仿，就会觉得说，我可能是在幕后，但是他们在台前这样的年纪也那么的有成就，那我会觉得说我是不是还做的不够？就是我没跟他们说，就是很少很少的几个人才知道。然后，但是像上次见面会的时候，我有提到，就是时代少年团他们是知道的，因为就是当时我出舞台也是用《负重1万斤长大》这首歌，然后当时我也有跟他们说，就是我这一次出舞台会用这一首歌。然后也跟他们讨论了一下想法什么的，就要表达的东西是什么这样子，因为毕竟都是朋友嘛。而且也是曾经给他们有编过这种。对，其实我跟他们关系更多真的还像是朋友，然后他们就是加油，然后就是说一定要拿一个好的成绩什么这样子。
又逼你一下，哎，你一定要拿个什么成团位啊之类的。就是哈哈，也是时候到你体验我们的生活了，体验我们的感受了。现在你才知道我们当时什么感受了吧？这样，因为之前我可能是老师，然后他们是学生，然后我可能是在上面说，哦，你们一定要怎么样，就是为什么这一点东西你们做不好，然后什么这样，然后现在轮到我要经历这样的事情了。刚开始的时候，其实会稍微有一点的担心，因为大家现在就觉得说，哦，我就是一个舞蹈老师，然后可能为什么要成为一个唱跳歌手？然后但是现在的话，其实我不会有这一些担忧了，因为我会觉得说，作为一个唱跳歌手，其实现在的这个市场更多的需要的是，就是这个唱跳歌手有自己的创作能力，然后有自己的态度，有自己的个性，有自己的表达方式，有属于自己的颜色。那我现在已经具备了这些东西，我为什么不能成为一个有颜色、有创作能力、有想法的唱跳歌手呢？对，只不过可能是一个固定印象上的一个认知的改变，可能会让人觉得不太舒服。对，但是我不觉得它是一个困难或者是说不舒服、对包袱的东西。其实选附中1万斤长大吧，第一个是现在的社会话题，其实我一直都有在关注。然后我为什么想要在台上表演？当然，我想扩大自己的影响力，然后能够更有能力的去改变这个世界，让这个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或多或少都在温暖一点。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我的成长背景其实或多或少也负重了那么大的重量长大，因为家里可能一开始的时候生活条件不是那么的好，然后但是妈妈也很支持我，然后自己也很喜欢跳舞呀、武术这件事情，就会觉得说，梦想这个东西就是要坚持住，然后努力去追，然后也不想让我放弃。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这个梦想其实也是家人一开始的梦想，然后但是可惜当年就是他们可能也因为就是种种原因，他们也没有办法去勇敢去追，然后就会觉得说我趁这个年纪，就是希望我能够去勇敢去追一把。然后我就自己一个人冲到了海外。我当时在海外的生活，就是现在想想就会觉得就是还挺厉害的。对，我就是当时上午去语学院上课，然后可能是7点到1点左右，然后我才回家睡觉，然后可能到4、5点，然后我又去到就是舞蹈工作室那边上舞蹈课到10点左右，11点开始又做那个艺人编排到早上可能5、6点。然后又再搭就地铁，再马上回去学校上课，就是每一天是这样子反复循环，所以就是这个压力当时对我来说其实也是负重1万斤，然后长大，然后成为现在你们看到的我的这个样子。1到9吧，我觉得在专业上面有一定程度上的自信了，所以就是再难的情况对我来说，其实可能都还好。我算是哥哥里的弟弟担当，弟弟里的哥哥担当。这样有奇奇怪怪的担当吗？我觉得没有很奇怪，但是我可能算是就是那个洁癖担当，会打扫这个打扫那个的，整理这个整理那个，会有一定程度上的强迫。那你今天在大场如果是让粉丝跟大奶要播放你天台喊话，会给你什么感受？立刻视频流传芒果。当时第一个想法就是无语，当时一出来就是你说过，怎么有点熟悉，绝了。赶紧跑，就是被雷电了一下。那如果重来一次，你打算换个喊话方式吗？我觉得我应该不会换因为很真情实感，然后就让我们想象，对面那一栋楼是就是曾经的你，我就觉得大家应该都是这一种很热血的感觉，充满了梦想。谁知道我喊完之后，后面来一个我要长高10厘米。但如果要再来一次满月，打算喊多少？我觉得这个还是我当时就是想对自己说的真心话吧，我还是会喊这一句。舞蹈导师的邀约没有，但是有接触过，就是可能会说类似像助教，或者是说编舞师，或者是舞蹈总监，就是有很多机缘巧合，可能还是没碰上吧。他用凡尔赛的方式概括一下自己的舞蹈编舞简历。因为我是刘俊，所以这个简历是我的。在其他演变的诸多舞蹈中，自己最偏爱的3支舞。我只能说我编的我都喜欢。就是如果按曲风的话，我其实喜欢像迈步这一种。
就是有点偏性感的，还有像爱了很久的朋友这一种，就是偏表达然后抒发内心情感的。刘俊老师最后跟我们打一样，比如打那个 Killing Part。Welcome to my world, rock the world 的时候，它是有一个擦擦擦擦，嘣咔嘣嘣咔擦擦，然后有一个这个东西，因为它的那个主打的就是一起过招吧。这个 Killing Part 就是会表达了用自己的路子跟世界过招的这个 slogan， 然后但是很多人可能就会觉得说，哦，因为它太快了，我要马上就是做完，然后可能就带过了那一下。就是准确来说的话，可能就嘣嘣嘣嘣嘣，啪，嘣嘣啪啪啪。然后其实这一边是要有一个态度给到。